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针对这颗迷你蝴蝶兰来进行换盆。虽然这颗蝴蝶兰呢，它是一般的超市迷你蝴蝶兰，没有名牌，但是呢，据我同事说啊，它的花非常的漂亮。那因为我没有看过花，我也不太确定，但是受人之托呢，我就还是非常用心的帮这颗兰花进行换盆上面的处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颗兰花换盆它背后的故事。2019年8月中旬的时候呢，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当我到达我办公室的时候呢，发现这颗兰花就在我的桌上，而且呢，我的这位同事 Grace 格雷斯呢，她因为要去度假3个星期不在，所以呢，她就把她的兰花放在我桌上，并留了一张纸条希望我能够帮助他把这颗兰花继续保持Please keep me alive 保持它继续生长。那我看了这个兰花，据我的观察，当然你很明显可以看到它花已经开完了，花梗也已经干掉了。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可以只剪花梗，不过我后来观察了一下它这个整个介质还有它的根系啊，我后来决定呢应该把它带回家去，再来好好审视一番，再来决定是不是要对它进行做换盆的动作。一般来说，在办公室里面呢，光源会是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如果没有靠近窗户的话呢，就可能会偏暗，那你的叶子有可能就会呈现深绿色。那再来呢，就是因为都有中央空调，所以呢，一般来说，它的这个湿度应该都是偏低的，所以呢，在浇水上面可能就要更加的用心去观察它整个干湿循环以及介质多寡、根系多寡上面的一个平衡。那隔天呢，我就把这颗兰花带回家。那在这里的片段呢，也是可以给你们看到当时在我家里面的情况。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盆，也还是就是我还在观察，还在考虑这颗兰花它到底现在生长的状况大概是在哪个阶段很明显的其实看得到，就是说它有掉1-2片叶子，有些根系呢也已经干枯死掉，不过介质里面的根系还是有挺多，看起来只是因为它缺乏水分，所以呈现这个灰色，否则的话呢，我按下去它还算是饱满，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颗兰花呢，再从叶子上观察，也觉得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健康问题。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看到兰花最上面的那2片叶子，你可以发现它比起之前的叶子尺寸上来说是小很多，所以呢，这颗兰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呢，虽然说健康不是说马上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它有一点不开心，这是为什么它的叶子呢没有长得非常的大片。所以在这个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还是决定最终还是决定把这颗兰花出盆，把介质都清掉，看一看它根系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这颗兰花继续从不太开心一直到健康的状态。当然在去除介质之前呢，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泡水。原因是因为泡水之后呢，这个水草比较湿润，你就比较容易能够把它移除那这边呢，就是当我花了大概15-20分钟吧，慢慢的把水草去除的一个景象。那当时呢，的确在盆里面的根系呢，比较靠近中间的其实它早就都已经坏死了。那外面的根系，我摸得到的根系呢，其实还算是饱满，还是 OK 的根系。所以说呢，当根系
我们看不到的时候呢，从叶子上面啊大小生长状况，你是可以判断猜测到它根系到底有没有问题。那我是觉得有问题，所以把它取出来，那也印证了我的猜测。那当然泡好之后呢，根系看到了，我们就是要把多余死去的根系剪掉那修剪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你剪刀也一定要消毒过。那剪完之后呢，你就可以用双氧水来对这颗兰花的根系进行消毒的动作，喷一喷那有些人呢，甚至双氧水还有酒精都会一起使用。那我看情况，大部分我只用双氧水，但是呢，有时候如果看到有一些霉菌啊等等的，我就有可能会再增加酒精的使用量，然后喷一喷之后呢，就放着让它静置24小时，然后我们再来做放戒指的动作。在这24小时的静置期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要让它根系能够干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静置期其实你有几种方式。这里看到的这种方式是我把它摆正的，直接摆回去它的这个原来的塑胶盆里面，直立的正的这样子让它干燥。但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倒挂的方式那有时候我是直接放在我的架子上面让它倒挂，那有时候呢我是就是把它放在杯子上面让它倒挂。那这样子呢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叶子跟叶子中间有积水的话呢，它可以因为倒挂这样的方式而流掉蒸发掉。好，那经过24小时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些根系呢干了，所以就变成银白色或灰色。这24小时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能够在干掉之后，你重新再多一次机会检视根系，看看还有没有额外需要修剪掉的根系。因为当你很湿的时候看到根系，你觉得还 OK， 当它再干一点的时候呢，也许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根系还是需要再修剪掉的。那接下来呢，根系如果都已经修剪完毕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对这颗兰花进行重新种植的动作。那因为这颗兰花它根系的这个分布呢，我其实就是用手先捏了一团水苔放进去它的中心之后呢，再慢慢的取少量的水苔把它其他的根系从外面包住然后呢，因为我手是有点半握虚拳这样的方式把这颗兰花托住，所以我就是尽量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慢慢的把需要盖上水草的根系包好之后呢，就把它往这个软的塑胶杯里面往下塞。因为这个是一个软的塑胶杯容器，而且它周围是没有孔洞的，所以呢，我在水草的使用量还有它的紧密程度上面呢，都有一些控制。就是说其实我水草没有把它种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扎实之外呢，我也没有完全的把它往下推到最底部，因为我还是希望它的最下面底部呢，能够有一点点空气的空间，让多余的水分能够不要在这个水草底部停留太久，而进而能够从底部的排水孔流掉。那这个就是它当时已经又重新种回去的一个状况那你看到它有一个新的根系正在长，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条根系应该有机会能够长进戒指里面。背后面呢，你看到多余的水苔，其实这颗我看它的水苔呢还算是 OK， 所以我重新用了它本来的原有的水苔，而没有给它新的水苔。那也恰巧当时我其实家里面完全没有任何水苔剩下，所以也只能重新使用，重新利用它既有的水苔。但是呢，刚刚我在影片前面忘记提了，因为我知道我需要重新使用这个水苔，那我其实在泡这颗兰花的时候，我用的其实不是清水，我用的其实是双氧水所以呢，一方面也是把它既有的水苔已经用双氧水泡过一段时间，也消毒过后，我才把它拧干、挤干，然后重新弄蓬松之后再来使用。这个是迫不得已的情况我才这样子做，因为当时我真的是没有水苔能够给这颗兰花。
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练过，请不要学哦，否则后果自负。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